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我们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叶泽贵，然后今年28岁，来自广东深圳。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里，能够突然出现在我公司楼下，给我制造一些小惊喜。18号。如果你的女朋友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来到你的公司，你会觉得是惊喜呢，还是惊吓会更多一点？肯定是惊喜啊，因为我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啊，因为我们2个人是开心的就行了。但是我亲身经历告诉我，其实更多的是惊吓。就是当时我看到他的表情，其实我内心更多的是一个失落。其实当时我就饿了一早上，就是为了给他送一个早饭。那我觉得这个男人不太会做，就是不识趣。所以男嘉宾说在特殊的日子里，不是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哦，对。来，罗新月。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一定要是在公司楼下吗？在家里不行吗？制造惊喜？没有说一定要在公司楼下，就是他能给我制造惊喜，不论在哪里的话，那肯定都是开心的。对。哦，我以为你在公司楼下是想让你的同事，就是朋友都看到。这个我也不介意啊，我不介意晒狗粮的。这些事儿吧，主要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你们女生自己没数吗？送一车玫瑰花送你家里边去，谁看不到有什么意义？送1朵送到办公室，你们就会开始戏精上身了。哇，这是谁送的呀？对不对？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就是我陪对方逛商场的时候，他浑身都是劲，然后陪我运动或者散步的时候走2步就啊我好累啊这种。20号。男嘉宾，我希望你不要干饭的时候浑身是劲，让你洗个碗你就嫌累。这个因为就是我们是跟家人一起住，有时候也会帮忙洗碗什么的。好的，谢谢。3号。你好，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可以逛街自己逛，不需要让你陪，但是你健身你也自己去，你愿意吗？我愿意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健身的人啊，就是你已经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如果有小姐姐说，哎，帅哥，我有一个动作不太会，你能不能辅助一下我？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我就跟他 say no， 不好意思，就我有女朋友了。他只让你辅助一下，你就有女朋友了，就有女朋友。我不太信啊，不太信。我也不信。你说旁边来个女生说，你能不能帮我抬一下这个？我说，去，我有女朋友。女生会觉得这哥们儿是哪儿不对吗？你有女朋友了不起啊？你再说一遍，稍微可信度高一点的来一遍。就是说，假设这个女的她真的很需要我帮忙，帮她抬这个器械，我会去帮她，但是我就是不说话，抬完就走了。好看第1条片子。当一件 T 恤印上不同的图案，它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我叫叶泽贵，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与哥哥共同经营一家文化商公司，主要负责电商平台的渠道拓展，和国内众多知名企业保持长期合作。我们接到过各种各样的订单，每一件文化商的背后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孩子的订单。当时她和我说衣服很着急，但作为学生她又没什么钱，这个订单换作平常我铁定不接，但她又给我解释，她的爷爷是1930年出生的，今年是他的90大寿，
这是他特意为爷爷设计的文化衫，想让爷爷吹蜡烛的时候穿上这件衣服。他跟我说，他跟他爷爷一起长大，感情非常深厚。因为我也觉得亲情非常重要，所以我答应了他。于是我给他加急，也免了一部分运费。他也如期的收到了这件衣服，我也留了一件作为纪念。我喜欢用团建的方式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我组织团建有4点原则，所以我组织的团建大家都很喜欢。只有员工喜欢的团建才是好的团建。公司有团建，我们家也有团建。我们家的团建就是看《非诚勿扰》。欢迎收看江苏卫视。以前我爸不爱笑，欢迎大家。自从看了《非诚勿扰》以后，经常对着节目露出一副笑。后来我们全家都开始追节目，节目看了11年，孟爷爷的观点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们家呀，还有个特别的家族基因，就是吃不胖。我爸瘦，我妈瘦，我们全家都瘦。说不定你来了我们家呀，你也会变瘦哦。男嘉宾的家人也到我们现场了啊！哎呦，哇，第一排都是你们家？对。刚才说家人打个招呼，所有人都在招手。好，来，请坐。刚才那个画面里边就是你们全家对啊，看我们节目，真的是看你节目长大，孟老师。你可以这么说，他们不能这么说。来，5号。你好，男嘉宾。然后我刚刚看 V42说你们一家都会看那个《非诚勿扰》嘛，然后我想问你的就是爸爸妈妈有没有特别喜欢一个女嘉宾，让你来了非诚一定要把他们带走？他喜欢我们就喜欢。他喜欢的我们都喜欢。好，说到这个家族基因啊，我们来看看大屏有些女嘉宾提供的他们家里边的照片，我们看一下。这是刘莹是吧？对，别人都说我跟我爸长得特别像，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是我跟我妈妈的。这2号是吧？对。哦，这感觉只批了其中一位，感觉。哇，这个可爱。我是第3个，第1个我爸爸，第2个我妈妈，第4个是我弟弟。哦，这个1号和4号，2号和3号是分组像。这是你和妹妹。我和我妈妈。哦，你和你妈，哎呦。善良。Sorry。孙楠。你好，男嘉宾。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公司团建的方式，因为你每次选的团建的方式，你不是说员工都很喜欢嘛？我想知道都有哪些。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所有公司的员工都去欢乐谷，玩得很开心，然后又很放松。好，谢谢。我的同事给我整理了一下年轻人现在在职场特别讨厌的几种团建方式啊，来。网友最不喜欢的团建方式：1. 体能拉练式团建；2. 不参加就扣钱的强制式团建；3. 用休息时间的加班式团建；4. 每人准备才艺的文艺汇演式团建；5. 一切要自费的 AA 制团建。那应该专门整一个方式，就是用休息加班的时候不参加就扣钱，完了就汇演，最后 AA。关于团建，有没有谁有意思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5号。我们团建是 AA 制，去小酒馆、清吧，然后大家一起喝酒。然后你掏了钱以后，他们还要劝你酒说：“哎，你钱都掏了，你不喝酒那不是浪费了吗？”然后那天晚上又喝多又掏钱，第2天还要又难受。3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最近刚发生的我朋友身上的一个真实案件，关于最后一个一切都要自付的 AA 制团建。他们第1场是吃了饭之后，第2场可能大家要去就是去 happy 一下，然后第2天大家摊钱的时候，第2场那场 happy 每个人 A 了800块钱。那我觉得你领导挺不会挑地方的，挑这么贵的地方。没有，是他们领导每次 A 的话，就是假如说第2场要喝酒，就会点他喜欢喝的贵的酒，然后呢回头大家平摊。你那个文化衫公司是和你哥一块弄的？对。我在生活中也见到过很多那个文化衫贴着写的字很有意思。你有没有碰到比较好的这种创意的推荐给大家？干饭人不错。干饭人，还有呢？比如说
全村的希望这种。哦，对。你们还有谁看到过有意思的文化衫？分享一下，孙楠。我之前其实在网上做过2件，一件是那个就是以我的姓孙同学，还有一个就是那一会儿特别喜欢打麻将，我就给我画了一副麻将牌，清一色胡牌的。对，对，然后就不会撞衫。路遥。就是我爷爷他年纪比较大，他今年已经84岁了。然后我会在他夏天的 T 恤的背后印上我的微信二维码，上面还写了一个字：如果他丢了，请加我微信。我们也做过这种，挺多的。对，这样子的话，我爷爷就不会走丢了。好，看下一条。大概每个人在年轻时都会做过一些幼稚的事吧。我曾经也幼稚过。大学时，我遇到了那个让我心动的他。在追求他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在异地有男朋友。但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要努力去争取。有一次，他要去杭州旅游，我想以朋友的身份和他一起去，可他没有答应。我不甘心，坐了15个小时的绿皮车去追寻他的脚步。我会去他去过的地方打卡，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在意。现在想想，真的挺幼稚的。后来，我们一起备考研究生的时候，她和男友分手了，我依然对她追求不懈。她对我说，只要我们都考上研究生，就在一起。每天的朝夕相处，让我认为这是一种半情侣的状态。可能是我给了他太大的压力，他却觉得喘不过气来，最终还是拒绝了我。这段经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女朋友不光是追来的，更应该是靠彼此吸引，自然而然的在一起的。后来在面试工作时，我又遇到一个女孩，她是我的理想型。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并逐渐熟悉起来。那年的跨年夜，我向她表白，就这样，她成了我的初恋。但1个月后，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让她选择离开广东。她说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太深，应该及时止损，趁早分手。我想挽留，可她态度坚决，于是我们结束了这段短暂的恋情。我很欣赏她这种有规划、有目标的态度，但在情感上还是很受伤的。现在我依然希望遇到这样有着明确人生规划的女孩，但这一次，我希望在她的规划中能有我的位置。许若彤。就我很想吐槽，就是你们男生是不是都有种迷之自信感？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就好比你约一个女生出去吃饭吧，她去了就是果然我的魅力就是在这儿。她不去你就觉得哼哼，害怕跳入我爱情的陷阱吧。就是你也会那种属于女生答不答应你都有一种她就喜欢我的那一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就好比你约一个女生出去吃饭吧，她去了就是果然我的魅力就是在这儿。她不去你就觉得哼哼，害怕跳入我爱情的陷阱吧。就是你也会那种属于女生答不答应你都有一种她就喜欢我的那一种。哎，我咋没看出我的视频有这种迹象呢？但你的健身房可能有这种迹象。帮我拿下杠铃，我有女朋友了。这个稍微有点。不是有一段你追人家，你就觉得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哦，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吧，因为我当初追她的时候，就是我们2个的关系是挺暧昧的，就是我也有去问女性朋友的一些想法，你说我们现在2个是什么关系，他们都比较倾向于就是这个女的挺喜欢我的。哎，我很好奇，你这个情感经历平时会跟家里人说吗？可能这是我爸妈第一次知道我有谈恋爱吧。
看完以后对儿子有新的认识了吗？刚才里边有一个词儿我很喜欢，半情侣状态。你们觉得半情侣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宋方瑞，就是友情已满，恋人未满的那种感觉。17号。可能是比如说朋友之间调侃说，哎，这个女生是你的谁谁谁，她只是笑而不语，她不拒绝，但她也不正面回应，这样。15号。我觉得半情侣状态肯定是有2个人，其中一方对这个人表露过喜欢，但是对方并没有同意，但是也没有拒绝，所以他们2个每天相处的时间会比较长。他说到一个关键词很好，半情侣状态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相处了，但是关系没有明确。对，我的理解，半情侣状态就是我们都有彼此吸引的点，但是至少有一方是有一个很大的顾虑。他的那个顾虑就是，我觉得你各方面都还行，但是你目前的学历或者你未来的前途还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标准，那个感觉啊，所以你需要努力一下。有可能吧？我觉得就是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就这么个感觉。我总觉得吧，在男女关系的情感当中，如果你们确定双方是喜欢的，而有一方显示出了极大的耐心，就2种可能，一种是没那么喜欢，一种就是你是备胎。来，最后一个问题，14号。就是我刚才看到你有一段是那个女生她在异地有一个男朋友，但是你当时就还是去追她了嘛。但是如果比如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之后，有异性在追求你的女朋友，你会介意吗？然后你会怎么做？其实我肯定是介意的，就是因为当时也是比较年轻嘛，然后那会年少轻狂，我也说过是一件幼稚事情，现在肯定不会再去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一种经历，自己也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好，谢谢。哇，这有点太遗憾了。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因为第一次上节目，我怕说错话，然后会就是给大家造成一些困扰，所以会显得稍微拘谨一点。其实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其实男嘉宾在沟通当中没有什么地方是让人不舒服、不愉快、不满意的，但是可能是沟通的也不是特别充分和比较多。对，没有那么就是打开，没有那么强的热情要表达自己。对，感觉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面前比较紧张？有可能哈。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承德，目前在广州工作，今年28周岁，我叫尤越。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唱歌好听一点。你唱歌很难听是吧？难听到不能让人理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么难听。对，这是人类的声音吗？无药可救。24号，唱歌难听的几乎从来不唱歌，咋整？我们这一圈有如果不唱歌的，是不是现在就可以？那当然不是，只是我在生活当中因为唱歌这件事情呢，失去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情调。就是至少能够在一点点调上，就或者我唱不了的时候，需要有人能够带一带。这一轮是 KTV 时间啊，谁想唱？来14号。谢谢孟老师。
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野百合也有春天。好棒！我曾经一度很喜欢这首歌，我喜欢它的歌名《野百合也有春天》。还有谁？李美霞。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唱过歌，所以我想让你评价一下我唱歌好不好听。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亲爱的，爱上你，你的眼睛，再说我愿意。忘词了。谢谢谢谢，我觉得来听了很好听的歌曲啊，比我平时在 KTV 里面听他们唱的好听很多。不可能。要不然你来唱一个？我唱，我怕让大家的心情变得很 low。谁？来。亲爱的小孩，别笑。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没了。谢谢。很自如，很自如，2句换了5个调，来回切换。你可以一下子说，你别看我唱的这样，我全国观众都听过。那是，我还学了一下下呢，还学过哈。教你的老师他还从事这个行业吗？教完我之后，他很自卑，因为他觉得他的专业水平可能有问题。来，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未来老丈人逼我喝白酒。15号。您未来的老丈人不逼您喝白酒，那你未来的女朋友是想跟你一起喝白酒呢？哎，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女朋友或者身边的朋友让喝酒是可以去揣度这个量的，但是老丈人让喝酒呢，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孙楠，我那个是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带她男朋友回家，然后她爸爸就要跟她男朋友喝酒，然后俩人喝完之后拜了把子。就是她男朋友会跟她爸爸说：“大哥，今天喝的差不多了，要不然咱俩去洗个澡啊，按个摩呀什么之类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她妈妈生气了，觉得这男朋友不能找。出去吃饭酒量不行，吃完了饭2场唱歌不行。你告诉我，你靠什么泡妞？靠吃。告诉姑娘，我饭量大，我是干饭人。看第1条片子。每天打交道最多的人就是差不多这么大的小朋友，孩子的情绪比较稚嫩不稳定，我会针对不同的小朋友照顾安慰他们。我叫尤越，我是一家少儿培训机构的校长，兼顾课程设计的同时，手下管理10几名员工。生活中我很少跟朋友说不。有一次去西藏旅行，各种朋友要我给他们带不同的特产。在旅游那几天，我到处跑，到处代购，自己什么也没，最后行李都超重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因为不会拒绝人，吃过很多亏啊，这也是我性格当中的一大弱点啊。别人找我帮忙，找我办事儿，总想着自己能帮别人，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一定会坚持立场。还有一种情况，我一定会拒绝，就是叫我去唱 K， 不管是领导还是客户，因为唱歌我真的非常难听，所以我去 KTV 只能听不能唱，嘴巴张开只是用来吃东西的。我最大的热情不是发挥在办公室里，而是在厨房，做厨房发明家，会尝试一些奇怪的搭配，草莓炒肉，
芒果炖婴儿，有时候好吃的出奇，有时候也是黑暗料理，但是我对这乐此不疲。除此之外，我会给全公司的员工做好早餐，记得每一个人的生日，送小礼物给他们。我认为爱生活的前提就是好好吃每一顿饭，是最简单实现却特有仪式感的事儿。我不能接受一顿饭只有一个菜，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吃，也必须2、3道菜才可以。单身一个人，不管是在家吃饭还是外出点餐，都挺难的。所以我尤其想认识一个你，和我一起愉悦的享受美食。林晶晶，就是我看你是会给你的公司所有人都准备好早餐，然后也不会拒绝朋友的帮忙。你是会有一点那种付出性人格，或者是讨好性人格，就看到朋友开心你也开心的那种吗？其实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一个外地人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打拼的不容易，能够早上的时候吃上一口我亲手做的自己家里面端出来的饭，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能够有这一点点的对他的照顾和帮助，他的父母在老家可能会更放心让孩子在我的公司里面工作。很暖心的人。单严谨。男嘉宾你好，我看你短片里边说的那个创新的菜系，然后我就吃过，对，就这个，这叫什么？苹果鸡翅。你要不说，我以为是土豆。叫什么呀？蓝色可乐鸡翅。蓝色可乐，有点像《阿凡达》的那个。对，真的。吃完变外星人。前面那个菜呢，给我的感受就是好吃或者不好吃，这个感觉吃了会死。哦，方便面月饼，就吃了真不饿。橙子烧排骨。香蕉炒西瓜。是水果坏了，这样炒一下吗？可能已经快不行了，就。这个鸡胸营全是鸡头。我要强调一下，上述的照片是由陈明提供给我的。5号。南建明你好，我看见你刚刚 V32说你不会拒绝别人，然后又给他们代购，然后你有没有就是被要求代购过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像什么马桶盖儿这些东西，你也会给他们带吗？至今还没有去过日本，所以说找我带马桶盖的还没有。不能说是奇葩。比如说今天我来了南京，昨天在出发之前，我们公司的前台跟我说，尤老师你去南京能不能帮我带回来一碗鸭血粉丝？他说你想想办法，回来还能吃的那种，还热乎的。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以今天的物流如此发达，还有什么必要说是哎，你上哪儿出差给我带点什么东西？有那个必要吗？你说，比如说我就要吃这个鸭血粉丝，你上那个某宝啊。这个某东啊，那上面都有啊。对，他就要享受折磨，你知道吧？他就要享受那个你捧着热腾腾的到他面前的状态，是吧？他们可能会享受这个我带回去的这个人情味儿，要吃在网上买的吃到的就是金钱味儿。我带回去的吃到的味道可能更爱多一点。看下一条。青春的1/4是和我的第一个女友度过的。我们2个在不同的城市读大学，作为学生去经历异地，我常常是站1夜的火车去见她，为了弥补对她太少的陪伴。在校期间，我会把我做兼职的钱省下来，为她买东西。这些努力能给她更好的生活，我觉得很值得。可我这个钢铁直男并不懂得浪漫，对她好只追求实际的表现。有一次情人节，我订了价格不菲的餐厅请她吃饭，走在路上看见别的女孩有玫瑰花，她也想要。我跟她说花3天就会枯萎，不如拿买花的钱去吃一顿大餐，但她无法理解我这种实用的浪漫主义。异地难免产生隔阂，遇到矛盾，我不喜欢激烈争吵，觉得伤感情，我习惯用是好的来让她消气，但是这样一来，她似乎更生气了。就这样，异地的我们就没有了下一次的再见。遇见下一个他的时候，
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女生觉得我的职业环境不够有安全感，我把我的工资卡直接交给了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她安全感。可那时的我们还是异地。有次她急性阑尾炎手术，我在外地没有赶到，她冲动地把我拉黑，和我分手，把银行卡还给了我。经历了这些，我的恋商已经有了大大的提高。我的理想女生希望她是干练独立的，拥有自己的事业。让我们一起描绘以后的精彩。16号。男嘉宾你好，假如说就是你当时挣的那个钱，让我选花还是选吃饭，我肯定是选去吃饭，因为饭咱们两个都可以一起吃。但是我觉得浪漫也很重要，就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过就是很多的玫瑰花，其实我还是觉得挺想有机会能够收到的。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的确，刚刚上大学，因为异地了很长时间，赚的钱也很不容易。那会儿不懂得浪漫，买一捧花几百块，可能我需要1个星期或者1个多星期才能赚来，所以说很不舍得。但是呢，随着长大吧，觉得就是要把这个浪漫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肯定不能像18岁、20岁的时候那个阶段的我，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他一说这个实用的浪漫主义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觉得这里面有矛盾，因为浪漫本质就是反实用的，它就是形式的。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人生也需要智慧。我想起来，我跟我的老婆就那个时候还是女朋友过的第1个情人节，我就给她买了99朵玫瑰，就是也就买过那么1次，就首先被她骂了一顿，她就说你这多少钱？多贵啊！这花什么时候不能买？这是一年当中最贵的那一天。多少钱？我说算一下子，还打了折，还找人什么的，大600多。他说太贵了。然后他扭头就拉着我，就给他的爸爸打了个电话，说你跟妈买花没有？爸说哎呦，这哪记得？然后他就你看吧，我们准备了，我们备好了。但是今天贵900多，你到时候把钱给我转一下。他爸就很开心，就说：“哎呀，那你有这份心呢。”然后他还说：“本来呀，你知道你会忘，还是陈明提的，还一鱼3吃。”他这个花，你看，他送给女朋友了一朵花，老丈人送给丈母娘了1次，还挣着钱了。李美霞，通过 VCR 我看到你说你是想找一个经济独立、干练的一个女生。你是不是不太喜欢就是黏你的女朋友？还有就是你比较务实嘛，在生活中你是不是那种比较斤斤计较啊？这个经济独立呢，其实我想的是我的对方他能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而不是说因为在家里边天天的等着我的工资上缴，这个当然是义不容辞的。那除此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在外边有自己的独立的社交。我觉得2个人如果天天黏在一起，没有其他的社交的话，很容易出矛盾。最后一个问题，卢玉，我想问一下，就是男嘉宾，如果在未来跟女朋友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去处理？当然发生矛盾错的肯定是我呀。这个后期肯定是要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能够当时解决的肯定要当时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肯定要稍微的平静一下。那这个冷静期是多久？我的冷静期很快，那取决于对方。如果他的冷静期可能是1个小时、2个小时，那我可能就是等一下；如果他需要1天，那我可能就等不了了。21号还留灯，看一下他的直推。犹豫的直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犹豫的直推女生是18号尹学梅。男生注重生活品质，儒雅绅士，爱干净整洁，自信开朗，脾气温和，热爱美食。女生大方优雅，个性随和，活泼开朗，为人踏实靠谱，心地善良。2个人会共同享受美好生活的细节，是一对琴瑟和鸣的神仙伴侣。最后一个问题问21号和18号。
因为我现在是在广州工作，不太想接下来是异地恋。那是否能够我到那个城市，或者是通过相之后他来我的城市一起去生活？来，尹炫梅在哪里？我现在是在上海，然后我个人其实也不接受异地恋的，因为我上一段感情也没说异地恋吧，就是不同的一个城市不同的区，我在市区，他在郊区，然后。你问题出在郊区，还是出在距离？我觉得就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距离吧，就是两个人经常不见面的话，肯定是会产生问题的。21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的工作性质也是需要经常出差，其实也会有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交通也比较发达，而且我们可以视频呀、打电话什么的，我觉得异地应该都不是问题。就是可以去到你的城市，可以去到你的城市。一起走，一起走，再远也不会有愁，牵着手，牵着手，带你去宇宙。哎，你要做决定了，选上海那个，他有可能拒绝你，你可以带21号走，也可以自己走，想清楚，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我选21号，我选21号。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也勾出我心里的花。我不太会做饭，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会做饭的，而且他做饭都很好吃，看起来啊，所以我想要尝试一下。给我的直觉很干练，不像是一个天天撒娇公主病的一个女孩。关于这个能不能去异地的这个问题呢，女嘉宾回答的也是我非常的满意的，因为的确能够来到我创业的城市的话，对于我来说可能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孟慧老师你好，黄楠女士你好，陈明先生你好。桥上的24位仙子们，你们好，我叫匡全鹏，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请大家多多指教。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女朋友能够成为我的天使模特。哦，天使。画画。对，天使主题的。画中天使啊。3号。你好，男嘉宾。你好。你这一句话一出，我就有一个画面，就是《泰坦尼克》里面的那个。Jake and Rose， 就是你是想像他们一样吗？就是成为你画里面的 Rose 那种感觉吗？对，其实呢，我对天使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理解啊。您说。我也不认为天使它就一定是局限于美丽女人的这种表现。例如像孟非老师。我就是天使。孟非老师、黄楠女士、陈明先生，你们也是天使哦，并且我捕捉到了你们3位最为圣洁的那一面。哎呦，我还有圣洁的那一面，而且把它画成的画，今天想作为礼物送给你们。哦，有备而来。
就是我们是生命中最圣洁的瞬间，对吧？哎呦，孟非老师的这一幅呢，我取名为“星光璀璨”。站在舞台上面，您就像是一颗明星，把你的光芒照耀给所有人。哎，就好像我是骑马和画画这两个时候，真的是我很快乐的时候。您在画画的过程当中，您以梦为马，就像是一颗流星一样。莫名我好圣洁。陈明先生呢，这一幅呢，对，取名为“父爱如山”。父爱如山，就是您就像是一颗闪烁的这个恒星啊，就是给孩子们心灵当中那种温暖。他爱孩子，我爱艺术，孟爷爷爱舞台。谢谢你。来，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阻止我疯狂的吃巧克力，因为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没有其他的这个嗜好，我唯一就是喜欢吃巧克力。吃巧克力过程当中，它也可以提神，增进我的灵感。22号，您一下能吃多少呢？这个不计数的，想吃多少吃多少，想吃多少吃多少。那您记得刷牙，省得蛀牙。牙还是刷的，但是没用。我都有蛀牙都拔了2颗了。你都跟小朋友一样。林晶晶 ，Hello， 男嘉宾，你要是万一你小孩以后也很爱吃巧克力怎么办？我会要他戒掉，戒掉。你自己就不是爱吃吗？哎呦，大家都舍不得孩子戒巧克力。好，来看第一条片子。人总要做些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叫匡先鹏，一名普通的铁路货运员。从小我就对图案特别敏感，尤其是黑白画。我奶奶是一名药剂师，一些药盒子上面呢有一些类似像嫦娥奔月的一些画，我就喜欢拿着我奶奶的钢笔去临摹这些画，就是特别过瘾的那一种，很有成就感。而且越了解传统文化，越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我要用10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作品。19岁开始，我除了上班就是画画，每天画到凌晨3、4点，饿了就左手拿个馒头吃，右手继续拿着钢笔画画。就这样画了10年。29岁那年，我如约完成了全部的画作。但我发现后期的画画水平远远的高于了前期，所以我把那些画全部都烧了。当时心不疼吗？其实有一种侥幸心理，我说这个能不能就是凑合着就行了。我身边有些人，他们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要了，你给我了，行不行？我说不行，这个必须得销毁，不行的东西不能够留存于世，烧必须得烧。我继续潜心创作，33岁，终于完成了这部历时14年的作品《生命与文明》。这是一幅中国历史神话钢笔画，长247.5米，宽1.6米，获得了最长钢笔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希望通过绘画能够让我回顾历史，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也希望看到画的人能够珍惜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完成内心最期待的作品后，画画成了我业余生活一种消遣。我画了《西游记》的整套人物，王重修导演看到后签名鼓励我。签名用的钢笔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所以我就一直把它别在我的口袋里面。抗疫期间，我还创作了抗疫英雄画，为抗疫英雄们加油。都说艺术家是敏感的，我虽然称不上是艺术家，但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些年一直专注于画画，很多人觉得我不正常。你想过怎么去改变吗？其实这么多年来呢，我呢也是这么过来了，好像也习惯了。就是我现在也在尝试来接触社会，比如说像上《非诚勿扰》，未来我希望开一个美术班，教小孩子画画。
更希望找到一个能懂我、欣赏我的女孩。刚才片子里边出现的那幅画，画了这么多年，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你给我们稍微讲解一下。大家看到的这幅作品呢，是我画的一套历史神话钢笔画《生命与文明》当中的中华文明篇章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龙头衔着的这个龙珠啊，这个就是秦半两。然后它的鳞片当中是有6种不同的图案的变换，这是代表秦始皇收复了6国，把每一国的图案图腾都镶嵌在了鳞片当中。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它的龙身变换成长城，这个就是它修筑长城抵御外敌。哇哦！那么最后一个明显的特征呢，就是在烽火台上面悬浮着战国时期的10大名剑，例如干将莫邪剑、鱼肠剑、战卢剑等等。一共这个画作有多大尺寸？一共总共是247.5米，长200多米。画了多长时间？总共的时间是14年。画了14年。是的。画这幅画要每天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每天不计时。宋方瑞。男嘉宾你好，其你好实我想问你一下，您说你专注于画画，但是当你在画一幅画特别有灵感的时候，恰好这个时候你的女朋友非常需要你，你是会就是说放下你这个分需要干什么？就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急性阑尾炎。哦，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下，我当然是首先先放下我的作品去照顾她呀。当然，人是排在第一的。生命不息，绘画不止。他画的名字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他的名字叫《生命与文明》，命是排在前面的。23号。你好，男嘉宾。那如果你谈了恋爱的话，你还是花这么多时间去画画，那你怎么去陪伴你的女朋友去经营一段感情呢？在我鼓起勇气来到《非诚勿扰》的这个舞台上面的时候，我就已经对我后面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就不会再把画画作为我人生的全部。后面我的人生当中就不仅仅只是我一个人了。哇哦！你那支钢笔就是那个片子里边说的那个？对，是的。我能看看吗？可以。他陪伴着我完成了《生命与文明》这部作品，跟其他的一系列的作品。我就觉得，这支钢笔哪怕是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我都不会丢弃它，因为它已经从一支普通的钢笔，已经升华到一枚我的人生当中的勋章了。你们来说，有谁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物件对你们有像类似这样非常特殊意义的？徐若彤。我的是一只小熊，就是这个图片上的。啊。因为就是我小的时候，爸妈是常年在外地的，然后有一次是我们小学就是班里组织是写给家长的一封信，然后我记得全班同学都是开开心心写爸爸妈妈我有多爱你，只有我一个人是一边哭一边写着控诉。我就觉得爸妈是偏心妹妹的，然后有一年是刚好我生日，然后后来就带我去买了这个玩具，他也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其实妈妈是爱你的。然后我就一直留到现在，就出差它坏了我也把它缝好，然后就一直带着，走哪儿都带着。晒眼睛，这样看好像有点恶心，但是是我练习过多少双，然后我可能会就是留下纪念，就毕业之前回头看一看，哦，这是我一些努力过的一些收获吧。不，我不觉得这是恶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财富。谢谢。画画在你生命当中可以描述为你全部的生命吗？是的。现在觉得需要有一个女朋友，人生才完整。是的。
看下一条。上一段恋爱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在一个乐团，我吹长笛，他打鼓。排练之余，我总喜欢找一个角落画画，他每次都来陪我，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他有点蛮不讲理的大小姐脾气，但是和我在一起很温柔。他凌晨3点为我送吃的，我为他画画。我们相处了2年，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挺感动的啊，其实挺感动的。但是呢，我脑袋里面呢还是满脑子的那些画面，我想把这些画要继续画出来，我想去实现它。我问他：“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我的城市吗？”他犹豫了。我知道我没法留在他的城市，也没法给他想要的一切。我回到了家乡，2个人联系就渐渐少了。分手的时候，你觉得难过吗？难过还是会有一点的，就是人之常情嘛。如果回到当年，我还是选择回来。分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命与文明的创作中，再也没有谈过恋爱。14年，你看到身边的同事恋爱结婚，内心会悸动吗？其实还是有悸动的，只不过我还是抑制住了。画画这条路它是非常寂寞的，尤其是画这一部根本就看不到头的作品，所以我无法给任何一个女孩子承诺，我不能害了人家。面对感情，我其实有一点不自信，毕竟没有什么经验，和异性沟通的时候总有些局促。但是我愿意去学习如何和女孩子交流。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懂我、欣赏我的一个女生。如果有一天我在受伤的时候，她能够走进我的心里面，宽慰我、安慰我。你有将来想和她一起做的什么事儿吗？2个人能做些什么事？如果你有女朋友了，你们俩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吗？会去做些什么事？一起看书，一起爬山、逛街、买衣服，可以吗？是这样吗？他被最后一个问题给难住了。有了女朋友后，2个人一起做什么？这不由得让我想了解一下，你跟前面那个女朋友在一块儿多长时间？2年。2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比如说我们爬山，我吹笛子，他弹琴，那种琴瑟和鸣的那种。你能不能告诉我，男女朋友和其他朋友的不同在于，就是说我跟一个单位的一个异性的朋友关系也很好，我们也可以一块儿吃个饭，也甚至可以一块儿出去玩儿，但是他和男女朋友还是有点区别的，在于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听说，他还是听说的。我认为啊，就是男朋友陪着女朋友去逛街买衣服。你那个充其量2年叫你喜欢过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也喜欢过你，但是男女朋友他还是有一个明确界限。陈明，你告诉他界限在哪里？就是牵牵手啊，然后会有一些更深入一点的灵魂以及灵魂以外的交流。对，比如说你的五官跟他的五官有没有过接触？五官，当时那个女生对你的那种举动没有表现出她想要把感情再进一步吗？有过，当时我们就算是毕业了吧，就是他问我愿不愿意为他留在他的那个城市，但是我满脑子里面呢我是有我的规划的，然后我就反问他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来到湖南？然后他就用他的沉默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那时候多大呀？ 19岁。
你今年？我今年38。也就是说，他38年，他都是一张白纸。我不是白纸啊，我谈过恋爱的。来，罗新月。你好，男嘉宾，我想你好问你，你是现在自己想谈恋爱了呢，还是说觉得自己到年纪了，该结婚了，所以才想找个对象？我现在有那么一点信心可以谈恋爱了，因为我之前，把我的所有的理想、我的规划在那部作品当中，但是现在呢，那个阶段已经走过来了。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年龄啊，身高啊，学历啊，在什么地方啊？这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以后在一起生活，能够相互之间理解、懂对方，一起走下去，不是为了太多的一些琐事。你刚刚刘英有举手哎。对，我刚才想举手，本来是想表达一下，就是我坚持到现在，是我觉得男嘉宾挺酷的。那你最后为什么不留灯呢？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我欣赏的人，但并不是我那么唯一一个我喜欢的人。你觉得他身上有哪些符合你的标准的，哪些不符合？他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挺特别，有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地方。不符合，我觉得年龄差有一点点大。年龄。然后就是我也不一定会找一个感情比较空白的男生，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太知道怎么去开始一段感情了。然后对方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挺无趣，然后也挺不知所措的？我先回答刘莹小姐的一个问题啊。我并不是空白的，我不承认我是空白的。然后我认为两个人的相处，有一个当代的一个学者讲过一句话：把一切交给时间，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公平。我把这句话其实也可以通用在爱情上面。他可以用时间去考验、去筛选，都不晚。您说呢，程明先生？对，这句话并不是一个学者说的，还不配，是我说的。这是我在另外一档节目当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零基础开始的时候，不是你不觉得也挺酷的吗？那是充满无限可能，就不会被任何东西束缚住。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智推，看看是谁。不会，就是4号吧。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智推，看看是谁。不会，就是4号吧。哇！狂学盟的智推女生是4号刘莹啊。男生有上进心、善良、有爱心、乐于助人、做事情有计划性、爱干净整洁、独立有责任心。女生有爱心、乐于奉献、善于助人、热爱生活、追求生活品质、慷慨大方。两人的核心价值观高度相似，是一对善良而且喜欢助人为乐的伴侣，同时有艺术上的共鸣，供两位参考。我们再看一下他心动是谁吧。哎呀，其实到最后，我看到4号刘莹一直亮着灯的时候，我能看到你们其实是有艺术上的这种共鸣的，但我没有想到你的心动就是。你选4号的原因是你知道了某些情况呢，还是凭着感觉自己选的？是我自己之前做的一些功课。你看我们节目做的功课是吧？是的，我在优酷上面搜嘛，我找到了他的就是微博，
然后我在他的微博当中发现了2张照片。这2张照片呢，非常符合我心目当中的女生的形象。我今天其实我准备了2份礼物给刘莹小姐的。第一份是我想吹个笛子，有首曲子送给刘莹。请开始你的表演。这个画儿，哦，它就是书香气息。在哦，这练书法画的就是刘莹的微博上的，你看到2张照片，对不对？画的很美。书法和古琴。天哪！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 2个人像拜天地一样的。3鞠躬。我觉得这个曲子也适合他。38年等一回。我太难了。现在看梦爷有点像法海。那个，我想问刘莹什么感觉？我其实真的觉得男嘉宾是很棒，但是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欣赏，但是就是少了那种暗恋的那种悸动，就是动心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就是不想扑上去抱，是吗？是的。他说动心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但哪有一开始就烈呢？尤其是他也没经历过什么。对呀。比如说现在今天是白纸遇白纸，对不对？我不是白纸，我再说一次。我错了。孟老师，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吧。你都总结完了，我待会儿怎么下去的？好，你说。好，我们也不为难刘莹小姐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我们大家都挺喜欢你的啊。其实严格的说起来，4号欣赏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需要2点：第一，一个欣赏你的女人，同时她在某方面还能引领你的女人。我可以交流一下艺术方面的心得吗？哪天不要画别人了，画画自己。看看你自己帅的地方是什么？你眼睛很纯净，你很有理想，你赞美一下自己。你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你值得为自己鼓掌。很明，艺术是极需要天赋的事情，所以你身上有很多上天选择的部分。爱情也是，爱情也是本天成，偶得之。所以我很喜欢你刚才那句话，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是不说后半句，因为缘总会出现，啊，所以丝毫不必感到遗憾或者忧伤。先不要想这些，我们播出的时候，全国观众都会看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天成的缘分，好不好？一定会有。谢谢，谢谢们。好，谢谢大家。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呢，是有幸来到这个舞台，见到了3位老师，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一些爱情方面的一些指导。这在我将来的人生的规划当中呢，是能够起到很大的积极的作用的。我最大的遗憾呢，是这次呢，可能是因为心里比较紧张，没有成功的牵手我的心仪的女嘉宾。说不定哪天我打开我的微博，在下边的留言里边就能看到某一个观众看了这期节目，
希望和他联系，真的也说不定。是啊，有一个女生在梦里画过一只凤凰，跟刚才那个龙遥相呼应，谁知道呢？是啊，艺术真的不是只是天分，对，有些时候上天给你一个灵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灵感是来自于爱人的眼睛，也许就是那一个拥抱，那一个吻，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才是会是他新的艺术源泉。完全有这种可能。他需要艺术的生活和生活的艺术兼而有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三位老师好，台上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段志强，今年24岁，来自陕西西安，谢谢。回来。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和未来的另一半彼此之间有相互吸引的亮点。那当然应该有相互吸引，没有相互吸引怎么在一块儿的？这男生已经把门槛都降到这儿了，真是太难了。11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亮点是什么呀？我觉得我的亮点就是身高。我觉得你可能有很多的亮点，为什么要说身高？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吧？那你喜欢的女生，你希望她有什么的亮点呢？我希望女生有自己的爱好，比较开朗，比较有耐心。谢谢。什么样的一个爱好，他如果一说，你突然就会觉得，哎，会有点心动？我对就是女生对一件事情比较执着，然后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就因为热爱愿迎万难这种感觉。张震，你好，我是玩那个游戏，就是消消乐，我玩到4200多关了，这算不算有毅力坚持呢？我觉得女嘉宾很棒，我也很喜欢玩游戏。 4200关那个游戏可能已重复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没有，它是每个星期更新一个。哦，我的天哪！你这个通关的速度，可能他们的那个公司的研发都来不及。16号。你好，就是我觉得我坚持最久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你这个叫生活习惯，不属于爱好。不是说你爱好什么？我爱好每天起来刷牙，这叫生活习惯。他说的叫爱好，爱好已经到喝水了。我当时下一次你的爱好有呼吸，我的爱好我坚持了很多年。你在做什么？我在呼吸和想你，这就浪漫了。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们的爱情被 KPI 考核。你举例怎么叫就 KPI 了考核了呢？比如说微信5分钟必须回，或者是1周必须要约会几次这种。只要设定量化指标的，强制你做某件事。洛嘉妮。说到这个，我就比较有感想。我有个前男友，就是过纪念日什么节日，他都要让我给他送礼物。如果我不送，他就觉得我不爱他了。他给不给你送？他不给我送。我估计他是靠这个活着。你去查一查他在某鱼上的账号，看看你送给他每一个纪念日的礼物是不是在那上面挂着。好，回去就看一下。哎，2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说的这 KPI 考核，说两个人不能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在什么日子去做一个什么事情，还是说你对感情完全就是说希望它是很自由的发展？我觉得女嘉宾问得很好，就是，我觉得爱情就是一种平淡的生活里充满惊喜的状态，还有就是，我觉得送礼物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东西，而不是我要求你。就是你是不喜欢那个被要求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是爱本能就只能是主动的，爱不能是义务，就义务就把里面的爱意剥离了，会被要求，对吧？好，看第一条片子。
如何让无人驾驶更为安全？如何让人脸识别更加精确？我可以告诉你答案。我叫段志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在读，主攻计算机算法。算法就好比是摩天大楼的设计图，我就是图纸的设计师。在校期间连年获得1等奖学金，发表国际会议，并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2项发明专利。我很擅长自学，小时候就自学围棋、骑马、游泳。我觉得自学的过程是最有趣的。当时跟着视频学习游泳，比如蛙泳，就是像青蛙一样用手拨开水面；自由泳就是用手这样垂直的进入水面，然后我就下水游，第3次我就游起来了。我有个很棒的人生体验，就是爬山。我自驾去过很多山，嘉五台、南五台、白道峪、太白山、马牙山等几10座山。记得当时爬太白山，刚爬到半山腰，我回头望了一眼，当时那个美景瞬间就把我震撼到了。山上有美景，也有荆棘。爬马牙山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条很险的山路，路上的荆棘把我手上扎的全是刺。登上山顶时，望着远处的山峰，有喜悦，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我也有过很棒的人生挑战，就是滑雪。我去过新疆的艾文大道，全国难度排名第2的滑雪赛道。赛道中段有一个著名的人生思考点，再往下就是36度的陡坡，在那儿只能思考几秒钟，要么滑下去，要么躺下去。我记得当时思考的时候，我应该还挺酷的，但滑下去的样子很狼狈，很狼狈。我还有一个很棒的人生愿望，就是带心爱的女生去赛里木湖，看漫天的繁星，许下我们共同的心愿。赛里木湖很美，去赛里木湖会路过一个地方，名字就好好听，叫苹果沟。据说啊，那边很多苹果树，苹果熟了之后也没人采，它就掉下去，最后掉到地上都是苹果，是吧？那条沟就叫苹果沟。3号。你好，那边这边，就是我看你特别喜欢爬山是吗？然后也喜欢看星星对吧？是的。就是我在几年前，我一个人去过珠峰大本营。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我刚到拉萨我就高原反应了，然后连打了4个吊瓶。当天晚上我一个人裹着大衣出来，看见满天繁星，你就觉得那个星星离你特别近，你伸手就能摘到它。然后我在外面站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见到了5、6次流星，特别漂亮。大家身体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去西藏看一下星空，真的很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数一数那些年我们爬过的山。15号。我去年5月份和朋友去过武功山，但是我们走的呢也不是江西那个武功山。对，走的也不是游客的路线，是徒步的路线。然后当时也特别吓人，因为到最后已经不是路了，就开始翻山了，就是都是边上都是悬崖那种。那女嘉宾最后通过了吗？通过了，要不就得半路叫救援了吗？很棒，很棒。好嘞，阮超超。其实我是不怎么喜欢爬山的，但是，去年10月份吧，就是跟许若彤、罗乐，还有个就是卢静媛，我们4个去那个南京的牛首山。那个也叫山啊？啊，牛首山不是山吗？车直接开到停车场就可以爬山了。然后对，我们那天也爬了，我们就是一路走上去，走了1个多小时，然后边走边开直播，穿着汉服。那个叫散步，那个叫散步。就是关于爬山这个点，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不会要求女生去爬山怎么样，然后就是爬山是我个人就是磨练自己意志，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办法吧，然后更多的是体验对自然的敬畏之感，大概是这样。2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到有 VCR 里面，你现在工作是程序员是吗？对，是的。对，然后我听说就是程序员，有他自己的浪漫，就是他会用编程写一些就是可能做出来的玫瑰花呀，就是你会用编程去给女朋友制造浪漫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我看到有 VCR 里面，你现在工作是程序员是吗？对，是的。对，然后我听说就是程序员，有他自己的浪漫，就是他会用编程写一些就是可能做出来的玫瑰花呀，就是你会用编程去给女朋友制造浪漫吗？我之前也有过吧，就是您说的这个玫瑰花，然后我也可以做，然后类似于做一个网站。
记录就是有我们之间的一些事情，这样。就做一个网站。对，那个网站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啊？对，就是他不发布，但是可以，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看。哇，可以。来看下一条片子。如果当时他再多努力一点，可能我们的结局会完全不一样。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当时我们都在准备考研，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但随着备考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考研，准备开始找工作。我为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给他推荐了很多不错的公司，但有些他却连试都没试就放弃了。我觉得有些事情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自己不行呢？最后他不得不选择一份保底的工作，去了其他的城市，我们就渐行渐远了。后来我遇见了一个喜欢玩的女孩，她带我去吃各种网红美食，一起去网红店打卡拍照，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后来有段时间我们长期见不到面，有一天我发现她把朋友圈的情侣封面换掉了。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这让我们之间多了很多猜忌。当时我们隔着屏幕试图解决问题，但反而争吵了很久。最后她提出了分手。我觉得两个人发生矛盾，隔着手机只会影响沟通的效率，当面沟通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身边有很多人比较诧异，为什么我要在毕业前找女朋友？因为这样我喜欢的女生在哪儿，我就可以去哪个城市发展，这反而是我的优势。我希望你可以在我事业上升的时候陪伴我，也希望你在我犯错的时候敲打我的脑袋。有你在身旁，一路是阳光。你们有注意过另一半的那个朋友圈的封面你们会注意这个问题吗？骆佳妮会注意啊？就是我在男嘉宾的那个 VCR 也提到，就是朋友圈换封面这个事情，其实我是深有感触的。我有个闺蜜嘛，然后她跟她男朋友一吵架，她就会把她自己头像换成全黑或者全白，然后朋友圈全部锁起来，啥也看不见。其实这是就是女生在表达自己我生气，你快哄我的一种方式，其实是。对呀。这个也是封面，下不下？给你台阶，台阶就在这里，下不下？这个表情包推荐给男嘉宾，可以迅速的和女朋友和好，就下不下？我给你个台阶。还有就是，你为什么还不找我玩？哼，我生气了，这样子。我天哪！这是谁？周方瑞，为什么是这个？你很直白，想发财是吧？我家的猫还叫有钱，但是钱是乾坤的那个钱，谐音嘛，有钱。对财富的渴求。刚才那个片子里边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被那种过度关心之后造成的这种反感？有没有？徐若彤。就是那种男生从早上问你，就是你起来了吗？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你说你不回也不是，你说吃了啊，那今天吃什么了呀？你今天下班了吗？哎，宝宝，我看你这个步数怎么样了？你去干嘛了？就每天就是一直发，会让我觉得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你这么闲的吗？对，然后降温了有没有穿秋裤是吧？下雨了有没有带伞？对，有没有带伞？就是然后晚上吃什么呢？然后怎么就一直会？要吃什么我给你送来好不好？来，路遥。像过度关心嘛，然后我会觉得很烦。但是我朋友恰恰相反，如果他没有那些烦恼，他会更烦恼，他会觉得啊，今天为什么还没有男生联系我之类的。为什么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给他就剩我一个了，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占有欲应该不会这么强，就是如果女生对我的回应比较冷淡的话，就是我应该不会像这样去构成一个骚扰，或者说是去强迫她去干什么。来，路遥还留灯吗？挺好的。好，来看一下他的自推女生。
段志祥的智推女生是3号贾明玉。男生乐观开朗、聪明好学、有上进心、有胆识、有魄力、有勇气；女生聪明好学、乐观开朗、爱交朋友、脾气温和不强势。2个人都聪明好学，有共同语言，注重精神交流，会是一对志趣相投的优质情侣，供2人参考。差5岁，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吧？你有谈过姐弟恋吗？暂时没有，但是不排斥。你有谈过姐弟恋吗？他不排斥，他不排斥。我都是姐弟恋。他有经验，他有姐弟恋方面的经验，他也不介意姐弟恋。挺好。来，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3号和19号。请问您期待一种怎么样的恋爱的生活状态？19号。我其实无大所谓，我对年龄看的不是很在意，就是看感觉。您是多少岁？22。哎，我看那个路遥这儿有个日常爱好是喜欢画画，也喜欢中国象棋。哎，还有这么小的女生喜欢中国象棋，我认为这是一种夕阳红的爱好。贾明玉，就是我期待的爱情关系，就是我们各自有独立的事业，不必每天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可以陪我玩的，因为我很喜欢玩，我很喜欢旅行。我希望我们是这样比较张弛有度的恋爱关系。谢谢。你下面要面临的选择题是 A， 选贾明玉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 ；B 可以带19号路遥走 ；C 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对，也就是看你长得挺可爱的，我才让你再问一个问题。谢谢。就是路遥女嘉宾，就是以后就是会在哪个地方发展？南京、广州，因为这边的自媒体会比较多一点，要不就杭州这3个城市。嘉宾很认真哦。来，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您期待一种怎么样的恋爱状态？我希望我们是这样比较张弛有度的恋爱关系。南京、广州，要不就杭州。我还是选择自己走吧。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首先非常感谢路遥女嘉宾给我留灯，女嘉宾非常的优秀，因为女嘉宾跟我在场上缺少一些交流和互动，然后同时缺少一些心动的感觉。我 VCR 里提到，以后女生去哪里，我就可以去哪个城市发展，这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跟她彼此坚定的选择，有相互心动的感觉。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梦爷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男嘉宾胡家威，今年28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他在下雨天跟我一起不打伞。哦，所以你戴个帽子。没有，很机智啊。因为我会觉得说，不打伞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可以把外套帮他遮雨啊，哪怕淋湿了，我可以回到家帮他把头发吹干，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件事情。5号。啊，你好，男嘉宾。刚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是偶像剧里下雨了，然后男生拿着这样搭着女生这样很浪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感冒了，
不是很方便吧？我幻想的那个画面其实是像我们南方很绵绵细雨，并不会很大。如果说雨真的很大的话，我会替你打伞，绝对不会让你感冒的。对。那种狂风暴雨那种灾害性天气，他说的是江南春季绵绵细雨。那个妆花了，到时候像河流泥泞的那些河道，这个眼影也花了，装那个粉一道一道的。Oh no！ 本来就没看过女朋友卸妆，一看哇，长这么丑，我的天哪！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没有想过，但是的话，我会觉得，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我做的不太好吧？对，应该替他把这种雨啊什么的挡掉。哇哦，这是一个浪漫的小伙子，他说的这个意境很好啊。影视剧里边，雨巷撑着油纸伞，多好看。但是实际上，雨一大，衣服淋湿了，又冷，风一吹，冻得直哆嗦，十分狼狈。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哪些场景是只能出现在影视作品里边看着还行，生活中让人极其不舒服？我认为这就是其中一个。徐若彤，就那种校园偶像剧啊，两个年轻人就牵在校园里那种操场走就很美好那种。现实生活中是你一牵手，哎，那边两个哪个班的？你经常看到那电影影视剧里边，男女主人公在爱情来临的时候，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幸福的跟什么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的草地是真的适合情侣打滚儿。那个草你走近了看，并没有那么茂盛，草地上都有石子儿和动物的粪便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昆虫。你要在打滚的时候，万一要是要虫子跳一蹦一跳，跑到女生的衣服里边去了之后，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希望他在平时生活中不要太一本正经。5号。哎，男嘉宾，你是不是很喜欢就是那种会撒娇然后依赖你的女孩子？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我拿着手机说：“哎呀，烦死了！老公，你快过来帮我看看，你是不是喜欢这种女孩子？”也不算是完全就是那种就是很依赖的这种类型哈。但是呢，就是他在平时的这种生活中有点小撒娇，对。哦，就是小作一下那种。对对对。小作怡情，大作伤身，强作灰飞烟灭。3号。你好，男嘉宾，就是其实你是希望情侣之间是很多情趣的，对吧？对，是的。啊，例如我刷微博的时候会刷到刘老师的微博。应该是在说我老婆。刘老师的微博上会有一个话题叫“家有笨老公”。哦。看似吐槽，实际就是在秀恩爱。炫耀。被强制塞了一嘴狗粮。哎，陈老师，你是他发之前会问你吗？这也不是被通知。这其实是个吐槽系列，这不是恩爱系列，是一个悲剧系列。我认为这是凡尔赛系列。你觉得这种情调是你需要的，是吧？其实我很羡慕了。我其实内心会有一些害羞啊，就如果女朋友发一些比较恩爱的一些东西在朋友圈，但是我会觉得她愿意跟她的身边的人来去分享我的这种存在啊，之间的一些小甜蜜，我还是既害羞又窃喜。看第一条。2015年创业开办自己的公司，2017年被评为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的精英之一。2019年，我们成为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我是胡家威，一名儿童性教育讲师，这里为孩子提供科学有趣的性教育，比如教孩子们认识和保护自己的身体，
帮家长脱敏，改变性教育的观念。同时呢，也组织公益活动，为全国各地的乡村教师、社工提供在线培训。刚开始做这一行，家人不理解我，朋友不信任我。最困难的时候，公司账面上只够发2个月的工资，我开始会有自我怀疑和否定，但是我坚持了下来。我们公司也逐渐的走上正轨。要认真工作，也要热爱生活。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所以对大自然特别喜爱。我在离自己公司20多公里的地方租了一栋小楼房，自己在院子里面种菜。我特别享受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猫猫狗狗也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奔跑。现在这栋房子是我跟朋友合住的，舍友都是我从网上发帖征集来的，大家有相似的兴趣爱好，很谈得来。每天先下班回家的人呢，都会给大家准备晚饭。那你每天这么开心，就没有苦恼的事情吗？当然有啊，就比如说像我的身高，还有这个。你戴这个是因为头发是吧？是的，是的。为什么我光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碰到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呢？其实我留了3年光头，但后来发现为什么改了呢？就以前，比如说有遇到销售，他会叫你哥哥，现在都叫我大哥。一看到我头发就是大哥，大哥就。你再过几年就有人叫大爷了。那这个是，就是我以前其实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非诚勿扰》。那我在看《非诚勿扰》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到说，很多女嘉宾其实会站一整天录节目嘛，脚其实会非常的累。所以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长大以后要上《非诚勿扰》，给女嘉宾们送那个可以泡脚的产品，让他们回到酒店或者回到家的时候泡泡脚，然后呢就会缓解一天的这种紧张。他在上高中就惦记着多少年以后来给台上的女孩送泡脚的东西。圆梦来了。来，好，谢谢。2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到刚才 VCR 里面说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是那个青少年的性教育嘛？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说什么原因从事这个行业呢？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机缘巧合，参加了一场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就是培训大学生教他们如何去艾滋病的预防啊，相关的一些志愿者工作。所以我整个大学4年都在做这个公益活动。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热爱这个行业，索性就把它变成了我的自己的事业。对。对，我们做家长啊，尤其有这方面的困惑。孩子慢慢在长大，我2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3岁，他们有相关困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说。对。你给我们示范一下，一个良好的儿童的性教育应该父母怎么回答孩子这个问题？孩子问我从哪里来，可能妈妈告诉他说你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来的。可能再大一点以后，他会好奇我在妈妈肚子哪个地方。这时候你可以跟他再科普说，在妈妈肚子下腹有一个叫子宫的地方。以前呢，小宝宝就住在里面。洛佳妮。男嘉宾你好，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说我是捡来的。当时对我就幼小的心灵还是产生了一点伤害，就想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对不对？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不约而同的形成了统一答案，都是垃圾堆捡来的。你哪怕就是路边的邮局门口也好点儿。对呀，我妈说我是船上飘过来的，这明显就浪漫了很多。但现在收垃圾桶就比较复杂，如果在上海，孩子就会问：这哪4个垃圾桶啊？是从哪一个来的？是哪？您这个事业真的都特别有意义，对儿童来讲。谢谢。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有没有不理解你做这个行业的？有，其实说实话还挺多的。父母他也会觉得说，好像这个领域是一个很冷门、很小众，然后会觉得说担心养不起自己啊。但后来慢慢的就还好了，比如说我取得一点点小成就，我就会故意的把这个消息发到一家亲的那个微信群里面，然后他慢慢看得多了以后，他们会发现哦，原来你做的事情是蛮正经的一件事情。到现在会慢慢的，就家里人会越来越支持这一块，对，是的。真的很棒。好，谢谢。
我刚才看到这个里边，你和一帮朋友在一起，过着那种快乐的群居生活，你是从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热闹的人，就是我很喜欢朋友大家一起来我家，然后我做一桌子菜给他们吃，然后大家一块聊聊天，聊一些平时可能聊得很少的一些话题。宋方瑞。你好，男嘉宾。其实我是不太喜欢特别热闹的氛围，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就假如说你未来的女朋友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话，你会对她做出改变吗？这个当然，就是我能够理解，其实两个人走在一块儿，并不一定说两个人完全一模一样的喜好，一定会有在很多的地方是有不同的。那么在这个不同的过程中，就是需要是两个人之间相互包容跟尊重。他真的不喜欢热闹，我就没有必要非得把他强行拉到我们一块儿，因为他坐在那边也不说话，他也会很尴尬。我也会充分的尊重他，跟他一起做他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好的，谢谢。看下一条。你不是说要让我送你一个礼物吗？快把眼睛闭上。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呀？我喜欢你啊，做我女朋友吧。我跟她是在大学的迎新群里面认识的，在群里聊得很投缘，我便加了她的微信。开学之后，我带着她逛校园，她也会主动的挽着我。毕业之后，她做了房产销售的工作，公司的销售业绩压力很大，她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现实，经常会有一些过激的言语表达。别管我。我有时候觉得自己都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我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他也跟我说，吗？他不想只谈一次恋爱就结婚，所以就跟我提了分手。分手的那天晚上，我开车送他回家，我俩都哭了一路。毕竟5年的感情，分手了就像失去亲人一样。经历了这段感情呢，也让我意识到我在原来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太过于直男。当我发现女友来情绪的时候，我只看到了表面的问题，却忽视了她背后所需要我的一些关心。后来我也追过一个女生，她说她想吃糖醋排骨，我会烧好了坐火车给她送到北京。她来我的学校，我特地设计了一个线索游戏，引导她一步一步用她最专属的方式参观校园。但最后她觉得我不够成熟，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所以我们还是没能成为男女朋友。与女生相处时呢，我的性别平等意识很强，不会有大男子主义。我很喜欢做饭整理。那我希望在《非诚勿扰》上认识一个知世俗而不世俗，能彼此鼓励、共同成长的女生。这兄弟恋爱当中碰到的事儿啊，我觉得还真的具有某些教科书式的意义。有一句话，可能很多电视剧里边、影视剧里边会看到，女生问：“那你说我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这句话可以是不同的语气说，也可能是娇滴滴的说。那你说我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那你说我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也有可能气势汹汹的说：“你说到现在我们什么关系？”说过这句话的女生举手，我看一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这句话可以是不同的语气说，也可能是娇滴滴的说。那你说我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那你说我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也有可能气势汹汹的说：“你说到现在我们什么关系？”说过这句话的女生举手，我看一看。你看还比较普遍，至少1/3。这种问法，在我看来是想这个关系要男人来确认我们俩什么关系。就暗含着女人要男人给承诺。哎，你得告诉我，你现在得有说法了。而且就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女人是被动的。从女人的角度，有没有更好的表达？两个人商量来吗？你可以告诉他你现在对他的感受，但是很多女人不敢问，就怕被拒绝。另外，那个片子里边有一个细节是，
那个女孩也没说你哪儿不好，只是我不希望只谈一次恋爱就结婚。这个话要是我听到，我会很难过，给我感觉是不甘心。就是当他跟我说这样的一个话的时候呢，最开始我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到后来我会有一些理解了。我会觉得说，确实他初恋也是我，然后呢跟我在一起整整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他真的带有遗憾，他会带着有一些不甘，那再进入到婚姻当中，其实我会觉得变数会更多。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说放你走。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他试了一圈回来说还是你最好，你会是？我会觉得好马不吃回头草吧。既然分开了，还是要往前看，还是要继续寻找更合适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点复杂，也非常值得讨论。我也不认为人家这么说这个话就有什么罪过，但是好像感觉又有哪儿让人不舒服。这个话，我想听听大家。吴婷。其实作为我一个女生来说，如果我找男朋友的话，我倒希望他是谈过几段恋爱或者更多的。他遇到很多的女生之后，可能他在选择我，说明我是真的适合他，可能那个变数就会很小。我很认同他的这种说法。如果有过几段恋爱经历的那种女生，她在跟男生这种相处过程中，她会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得经历事情，我可能才会有成长。贾明玉。如果说一个女生跟你这样来讲的话，可能是你身上的某一项特质，在她心里没有达到及格线，或者是家里或者朋友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来左右了她的判断，她觉得啊，你还不是她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如果有一个男生这样跟我说的话，我会直接来问他，就是你为什么不想在我这儿终止？这个分析我觉得就很有道理。比如说，你有一项指标达不到的时候，我说出来那个指标会伤害到你。比如说，嫌你穷，嫌你矮，嫌你长得不帅，这些指标说出来是伤人的。那我就换一个表达说，我还想去看一看这个世界。这样听上去，伤害指数就降到了最低。而且他有第一份工作是房产销售，就他突然有了一个快速的、大量的遇到相当多的男性的机会，可能一下有了一个鲜明对比。我自己其实有反思过我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嘛，我会觉得说，其实确实在上一段这种恋爱过程中，他有很多这种情绪需要被承接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很好的承接到他。确实在上一段恋爱过程中，我是有一些不足的。来，最后一个问题，李美霞。男嘉宾你好，就是有一段感情，你说你前女友说你不够成熟才跟你分手，当时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你做什么行为才觉得比较幼稚？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当时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你做什么行为才觉得比较幼稚？我会当时其实是很喜欢嘛，所以很喜欢的时候就很想老是去找他，给他发微信啊，然后包括他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跟他一起两个人一块看电影啊等等。所以当时他的工作非常忙，因此的话就会觉得说我占用比较多的时间。那你认为什么是觉得你成熟了？其实成熟倒不是具体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吧，我会觉得可能更多就是在遇到一些两个人可能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更加包容，或者说更能很好的一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出现问题了，两个人都想往各后退一步。对。哦，好，不好意思。谢谢梦野，谢谢。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等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